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跨平台、開源而且可以免費使用的輕量型的資料庫客戶端工具，它的名稱叫做 DBX。它除了能夠在 Windows 執行以外 ，macOS、Linux 也都可以執行，甚至於它還有一個 Web 的界面可以來操作。它是使用 Rust 開發的，因此它的執行效率非常的快速。它也不像 dbeaver、DataGripper 或者是 Aqua Data Studio 等這一些資料庫工具，必須是使用在 Java 的環境裡面。DBX 只需要一個 DBX 的執行檔就可以運作了，因此它在使用的便利性上可以說是沒有人有辦法可以跟它比較的。如果你經常需要跟資料庫打交道，非常建議大家使用 DBX 來測試看看。同時 DBX 它也內建 AI 聊天的功能，可以很方便的把 AI Agent 整合到它的環境裡面。只要 AI 的設定完成了以後，它就能夠將目前的連線當作 AI 聊天的 context， 可以很有效的來对它做出許多的詢問，讓它來生成我們需要的各種 SQL 敘述。因此你有不熟悉的 SQL 語法，就可以透過 AI 來自動幫你生成。同時它也可以很方便的產生一個可攜性的環境。我们先來看一下，在我的執行環境裡面，只要有一個 dpx.exe 就可以執行了。同時跟這個執行檔在一起，只要有 portable.dpx， 它就會在資料夾的下面產生一個 data 子目錄，到時候這整個目錄就會變成是可攜性的環境，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環境拷貝到 USB 硬碟裡面，或者是安裝到客戶的主機上，就可以直接來執行了。先前也講過，因為它可以免費使用，因此也可以很方便的在客戶那一邊就可以執行，而不需要考慮授權的這些問題。這次我會做3種連線的示範，首先會先用 SQLite 來建立 SQLite 的資料庫連線，接着我們再來看看 JSON 檔案還有 CSV 檔案怎麼樣子在 DBX 裡面可以直接來存取檔案，而不必建立資料表。這些範例都會使用 Northwind 資料庫，這個 Northwind 資料庫大家都可以在 GitHub 上面可以搜尋並且下載。檔案的取得我就不特別做展示了。接着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操作環境。DBX 的 UI 非常的簡潔，跟大家平常使用的客戶端的程式大同小異哦。首先在最上面就是工具欄，在這邊我們可以直接執行常用的一些工具。最左側就是資料庫的瀏覽面板，上面就是輸入 SQL 敘述的地方，執行了以後就會在下方顯示出資料的呈現的結果。最右側就是一些屬性的面板，例如 AI 的聊天的界面也會出現在右邊，這個就是它非常簡單的整個 UI 的 layout。接着我們來說明一下 AI 的設定，因為不管是 OpenAI 或是 Claude 呢，都非常方便去做設定。在這邊我就特別使用 OpenCode 來做說明。那首先我們先進入 DBX 的畫面，在這個地方只要按右上角的這個設定，接着這邊就會有 AI， 點擊一下，在這右側呢就可以輸入所有相關的資訊。Provider 因為我們要使用 OpenCode， 那因此就選擇 OpenAI Compatible 這個項目。那如果說你有別的選項的話，如果你是 Claude 你就選擇 Claude。如果是 OpenAI 就選擇 OpenAI， 以此類推。那選擇好以後，你就要把你的 API 的 key 給輸入進來。這個 endpoint OpenCode 就是要使用斜線 then 斜線 go 再斜線 v1。各位請記得這個斜線 v1 要輸入進來。接着就可以點擊模型的重整按鈕，點擊以後就可以找到想要使用的模型了。在這邊我是使用 DeepSeek V4 Pro， 然後後面都是使用預設值。輸入沒有問題以後就點擊 Apply， 到時候再點擊左下角這個測試，可以來看一下這一個設定是不是成功。如果有錯誤的話，就是回頭再去做修正就可以了。它這個設定是非常簡單的。DBX 它也內建了 MCP server， 因此 AI Agent 呢也可以透過 DBX 的已經建立好的連線來對資料庫直接做操作。因此它這個 MCP 的功能也可以相比 dbeaver 這樣子的傳統工具來得更加的強大。接着我們就來直接建立連線。首先要建立的是 SQLite 的連線，先進入 DBX， 點擊左上角的 New Connection 就可以來建立連線了。在這個地方有60多種的資料庫系統可以來做選擇，因為我們是要建立 SQLite， 因此直接輸入 SQLite， 找到了以後點擊一下，再點擊下一步。在這個地方就把連線資訊給填好就可以了。這邊我可以給一個名稱，假設我輸入 SQLite Northwind
然後可以給它一個顏色，假設我給它綠色，接着再找到 Northwind 的資料庫的位置。如果想要建立記憶體的資料庫的話，那就可以在這個地方直接輸入冒號 memory 冒號，也就是說進入連線了以後，在連線裡面呢再來建立其他的資料庫。但是我們現在這邊就是直接來選擇要使用的資料庫，因此點擊這個 Browse， 找到資料庫存放的地方。我是放在 Northwind 這個資料夾裡面有一個 SQLite， 然後這邊呢就有 Northwind.db， 選擇好點擊開啟，接着再儲存。如果不確定是不是可以正常連線，就是點擊一下這個 test 來測試一下。已經測試成功了，然後再點擊 Save and Connect， 這樣子我們這個連線就已經建立好。接着我們把這個設定關閉，在這一個連線上面就可以按右鍵，再點擊 New Query 來建立一個新的查詢，它就会開啟我們新的，在這個地方就可以輸入 SQL 敘述了。那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main 開啟起來，看一下它有哪一些資料表可以來使用。我們看到這些資料表以後，就可以直接來使用了。直接點擊某個資料表，它會直接把這個資料表的所有內容顯示出來，然後會出現你可以操作的這些指令，比如說你要新增一列，或者是你有什麼会有條件要做新增，都可以在這個界面裡面來輸入。但是我們現在是要在这個查詢的界面來做輸入，那因此我們可以直接輸入。我們要看這個 categories， 好，點擊好以後，它的每個敘述後面可以加分號來做分隔，直接點擊這個左上角的三角形來執行，或者是直接按下 Ctrl Enter， 它就會顯示出所有的內容了。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直接雙擊以後再來做修改，比如說我在這邊隨便做了一個修改。按了 Enter 以後，它就已經做了修改了。記得要做這個 Commit 哦，將內容給寫回資料庫，這樣子就完成了修改了。那這個就是直接使用 SQLite 就可以直接在它的界面裡面來做操作了。後面我們就來展示一下如何在 DBX 裡面來直接查詢某個 CSV 檔或是 JSON 檔的一個查詢資料的方法。那有時候我們會需要在一個可能很大的 CSV 檔裡面來做查詢，但是如果在編輯器裡面直接用搜尋的方法去搜尋，有時候效率不是很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資料庫的方法來做查詢。首先我們先建立一個新的連線，點擊 New Connection， 然後關鍵就是我們要使用一個資料庫叫做 DuckDB。找到 DuckDB 以後呢，我們就用它來建立連線，就先點擊下一步。在這個地方我們一樣給一個顏色，假設我給一個藍色，然後給一個名稱，然後接着再給它一個路徑的名稱，一樣你可以用冒號 memory 冒號來建立一個記憶體的資料庫。但是我們這個時候呢，想要把這些內容給存放在資料庫裡面，因此我們就用這個新建一個 DuckDB 的檔案。那這個檔案就隨便看你要放在哪個地方。假設我們放在 DBX 的 Northwind 這個資料夾裡面，它預設會是 database.duckdb， 把它改成 Northwind。點擊存檔，點擊這個 test 測試一下，是綠色的表示它正常建立了，接着再儲存並且連結，這樣子這一個就已經建立好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選項就出現了，可以把它打開。目前這個資料表裡面是空的，因為它現在沒有任何內容。再連線，打開右鍵功能表，再點擊 New Query， 建立新的查詢的畫面。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直接來搜尋 CSV 檔。那我們先來檔案總管看一下 CSV 檔有哪一些檔案哦。在這個 Northwind 這個裡面有一個 CSV， 這裡面就是所有的 CSV 的文字檔。那假設我們要看這個 customers.csv， 就可以直接在 DuckDB 裡面直接對它做 select， 用單引號，接着再把路徑名稱給放進來，直接執行。就可以看到這個裡面呢，就是這個 CSV 檔裡面的內容。這個時候沒有辦法對它做修改，目前提供的就是查詢的功能而已。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這個 DuckDB 的內容嘛，那我如果想要在這個 DuckDB 裡面來將它變成資料庫的話，那很簡單，我們就是在上面再把它改成加上一個 Create Table， 然後給一個你資料表的名稱，假設我們這資料表就叫做 Customers， 然後 S，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整個要執行的內容，標示起來以後直接執行。好，那它出現了成功，然後接着就可以在連線這邊按右鍵來做重整 ，F5 按做重整，接着我們再看這個 Tables， 就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已經出來了，而且它這個內容已經出現了。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在 DuckDB 裡面來直接操作一個 CSV 檔的方法。JSON 也是一樣的方法 ，JSON 是放在這個 CSV 改成 JSON。然後這個檔名改成 JSON， 然後直接執行它，它一樣會顯示出內容哦。
因此這個 DuckDB 就是說直接操作這一些文字檔來直接做查詢的方法。當你有很大的 CSV 檔或是點 JSON 需要查詢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DuckDB 來做操作了，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DBX 有關於 AI Chat 的部分，因為那個操作非常簡單，各位可以自行嘗試。那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工具對於你在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或是成為我的會員來支持我錄製更好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